你敢相信吗？就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，全球最顶尖的3大 AI 巨头英伟达、OpenAI 还有谷歌，居然像约好了似的，把所有的底牌几乎同时砸在了同一个地方。英伟达直接设立了亚太第2 AI 研发基地，要把 AI 带进物理世界的制造业。OpenAI 大手笔投入3亿新元，建立了海外首个应用 AI 实验室，专门帮政府和金融系统做 AI 工程化。谷歌更是夸张，直接升级了国家级的 AI 合作伙伴关系，把 AI 推进到最敏感的医疗系统里面去。看到这一连串的大动作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了，这到底凭什么啊？为什么不是日本？为什么不是韩国？为什么不是印度？为什么这些掌控着人类未来技术命脉的超级资本，要以这种近乎集体大迁徙的方式涌向新加坡？仔细想想，你会发现最让人感到后背发凉的信号是，这些公司这次来可不是为了卖产品、卖软件赚点零花钱的，他们是在和国家机器一起，重新构建一整套面向未来的 AI 系统。这早就超越了普通的商业投资范畴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正在我们眼前发生。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国，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，变成全球 AI 真正落地的超级接口国家。因为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极其冰冷但又无比确切的事实，那就是整个 AI 产业的竞争，已经彻底从原先的虚拟模型竞争，升级到了真刀真枪的国家系统竞争。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资本狂欢，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会想，是不是因为新加坡太有钱了，或者给了什么让人无法拒绝的政策优惠。但如果你去问那些 AI 大厂的核心高层，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残酷真相。现在全球 AI 扩张最大的绊脚石，根本不是技术不够先进，也不是算力不够用，而是2个字：无法落地。你在别的国家做 AI，今天会遇到数据合规不统一的问题，明天可能又遇上政策频繁变动，医疗和金融的监管复杂的像迷宫一样，更别提还有各种扯不完的跨境法律冲突，这让科技巨头们无比头疼。而新加坡刚好站在了所有这些痛点的对立面，这个国家最可怕的武器，其实是它那无与伦比的系统兼容性。这里有极其透明的法律制度，坚如磐石的政策稳定性，全球通用的英语体系，以及早早布局、非常成熟的数据治理架构，这就让新加坡成了全球唯一的，也是极为罕见的低摩擦国家。AI 企业在这里能享受到最渴望的3件事，那就是快速试错、快速部署以及快速扩展。更关键的是，这里的政府拥有全球唯一的魄力，那就是愿意对最前沿的技术开放真实的国家系统。在别的地方，你的 AI 可能只能关在实验室里跑模拟测试，但在新加坡，它能直接进入公共服务，进入真实的医疗和金融体系。人家给 AI 的可不是一张冷冰冰的考卷，而是一个真实运转的世界。当这些巨头全面融入这片土壤之后，一场无声的变革已经悄然在最底层的系统里蔓延开来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真正的核心战场已经转移了。AI 正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重构整个国家的运行方式。过去我们谈论 AI， 大家觉得它就是个高级工具，帮我们写代码，做个问答，或者生成几张好看的图片，但这都只是小打小闹。现在，它已经变成了系统级 AI。就拿谷歌在新加坡落地的医疗 AI 来说，这背后的本质变化让人感到震撼，甚至有点敬畏。因为医生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了，一套融合了医生、AI 以及病人动态数据系统的3元医疗模型正在诞生。这意味着 AI 开始正式参与到人类的生命决策链当中。再看看 OpenAI 在当地组建的那个庞大团队，里面绝大多数都不是搞基础研发的科学家，而是 AI 系统工程师、落地顾问和企业架构师。他们不负责写代码做新模型，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把现有的模型变成实实在在的国家生产力。而英伟达的战略就更底层、更硬核了，他们直接瞄准了具身智能，要让 AI 获得身体，去控制机器，
进入工厂，参与现实中的生产制造。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你会发现 AI 正在彻底完成蜕变，它正从原先的只能看见世界，变成现在能够直接动手改造世界。看到这里，你不得不佩服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战略眼光和庞大野心。他从来没想过要去和美国或者中国比拼谁的本土市场更大，因为论人口、论体量，他根本没有赢的可能。新加坡的聪明之处就在于，他不做最大的 AI 市场，他要做全球 AI 的连接器，把自己打造成全球 AI 系统的超级中枢。你看他现在的3层架构，已经极其清晰地铺设完毕了。在最底层的研发和硬件层，有英伟达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物理世界的 AI 实验场，在中间的应用层，有 OpenAI 在不遗余力地推动 AI 系统化与社会化，而在最上层的行业实践中，又有谷歌医疗这样的巨头在带头做行业 AI 的重构。从底层的模型，到中间的应用，再到顶层的行业系统，一条完美的全链条覆盖的 AI 生态圈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它完全捏合在了一起。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国家级策略，它不跟巨头竞争，而是选择直接绑定全球巨头。它用自己最宝贵、最开放的国家系统作为筹码，去换取全球最顶尖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。只要这个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并成为全球的标准，那么未来任何国家想要接入最先进的 AI 技术，都绕不开新加坡这个超级接口，它也将牢牢卡住新时代的咽喉。你可能想问，这种全方位的国家级别的 AI 重构，到底会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？当 AI 开始真正进入政务、医疗，甚至金融决策的深水区时，效率确实会迎来前所未有的爆发，但这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转的容错率在被无限压缩。我们过去依靠人类经验、直觉甚至是一丝人情味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体系，在面对绝对理智、绝对高效的算法时，到底该如何自处？更现实的问题是，当新加坡成为了全球 AI 的物理和虚拟双重实验场，那些原本由普通人承担的系统性工作，那些原本需要大量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堆砌起来的中间岗位，会不会在巨头们的系统优化中被第一批抹去？科技巨头们带着巨额的资本和最先进的技术来到这里，他们构建的是一个充满科幻色彩的未来，但这个未来里，普通人的生活节奏和生存空间会不会被算法异化？这同样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沉重课题。在追求极致的高效与确定性的同时，如何给人类的自主性留出一片自留地？这不仅是新加坡需要解答的考卷，更是每一个即将被 AI 深度重构的社会都无法逃避的终极叩问。新加坡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 AI 热点国家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关键、更无法被替代的角色，那就是全球 AI 系统的现实入口。英伟达在这里探索物理世界的边界， OpenAI 在这里把应用 AI 推向系统化，而谷歌在这里对传统行业进行着颠覆性的重构。这些巨头不约而同选择这里的理由其实非常纯粹，因为在 AI 从虚拟模型走向现实世界的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，新加坡成了全球最稳定、最可控，也是最能够安全落地的地方。一句话总结， AI 的上半场是算力与模型的竞争，而下半场则是国家系统的全面竞争。新加坡现在正以极其精准的姿态卡住了下半场的绝对入口。听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对这样的未来是感到兴奋还是有一丝顾虑呢？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新加坡未来到底会成为一个冷冰冰的 AI 试验场，还是一个连接全人类科技的 AI 世界接口？另外，如果未来 AI 彻底进入了和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医疗和金融系统，在做生死攸关的抉择时，你会更倾向于信任冷冰冰但出错率极低的 AI， 还是更信任有血有肉但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类医生和专家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看法，让我们一起聊聊。点赞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